这一次的穿越溶洞探秘独家寨全程讲解呢，就由我们充满才华的庆子同学来主导。在湖北利川市的大山深处，有这么一户人家，隐喻一世，独占山头。这里地势险峻，三面临崖，一面靠山，宛如乱世中的天然要塞，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也被称作独家寨，顾名思义，就是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寨。寨子的下方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毫不夸张地说，这片隐私之地无疑符合了许多人心中对于世外桃源的幻想。想要一睹独家寨的风采，并非易事，需徒步穿越清江古河床以及神秘的地下溶洞，才能抵达这一难得一见的隐世桃源。这样的神奇地形啊，真的是难得一见。今天就让我们带着各种好奇，穿越溶洞，揭开独家寨神秘的面纱。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身处湖北风景如画的恩施市，即将启程前往神秘独家寨，全程呢约80公里。大家知道我开的车呢是一辆长安 CS75 Plus， 这2天呢也特别荣幸的接收到了长安汽车公司的邀请，13号到重庆参加长安汽车1年1度的粉丝盛典活动。他们的意思呢是让我从现在开始就记录整个行程，13号到重庆做一次旅途的分享，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并且本次行程的食宿以及交通费用呢都由长安汽车公司慷慨承担，非常感谢。对了，这一次出门呢，我的后备箱还带了不少酒，重庆的朋友啊约起来，13号到重庆咱畅饮几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独家寨的边缘，一场探秘之旅即将展开。此次从恩施出发，一起同行的呢还有2位特别可爱的小妹妹。来，2位小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庆子，我是妙妙，我们都是大3的学生。庆子和妙妙呢都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3的学生，我相信对于自媒体啊，他们有着更为专业的见解和技能。这一次的穿越溶洞探秘独家寨全程讲解呢，就由我们充满才华的庆子同学来主导，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脚步，开始一场难忘的旅程吧。现在呢，我们正身处于穿过独家寨必经之路的第1个溶洞。那么可以看到，这处溶洞是自然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在溶洞外面呢有悬崖绝壁，而镜头转到里面，可以看到溶洞里面又是别有一番天地。这里的溶洞非常之高，也非常之深，人站在这里也可以听到非常清晰的回音。深入溶洞之后，可以明显感觉到溶洞内的空气要比外界低几个度。大家可以看到，在道路的2旁有非常多的落石，这些落石应该是从崖壁上积年累月掉落下来的。很多落石上面甚至都布满了青苔，比如说这块很大的石头上面都布满了青苔。站在洞口还可以看到远方有一处比较小的水潭，应该也是洞内积年累月自然形成的。清江从腾龙洞中一跃而下。如果说大自然是一位雕像家，那么清江就是他手中坚韧的利斧。他在恩施、利川2市交界处留下令人惊叹的喀斯特地貌。恩施的大峡谷、利川的腾龙洞，都因为它令人惊叹的自然地貌而声名远扬。穿过刚刚的大溶洞之后，还要途经一片这样的沙树林才能到达下一个溶洞。除了刚刚的大溶洞，在这片区域还有很多小溶洞，这些小溶洞在峭壁上，包括这些地底下，到处都是，非常之多。穿过刚刚的沙树林，现在我们来到了第2个溶洞的入口附近。
抬头呢，可以看到这里就像一道陷落的天坑。站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河水冲刷而过的痕迹。比如说，大家跟我一起抬头，看到上方有很明显的暗纹，我们可以想象到呢，远古的时代，河水的乱流在底下冲刷而过，形成了这样一种暗纹。这种清晰的痕迹可以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体会到、想象到远古的那条大河从这里奔流而过的那种震撼感。在穿过了2个溶洞以及一片沙树林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独家寨。眼前一片豁然开朗，一座木质小屋耸立于山峦绝壁之间，仿佛误入了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其实走到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看到独家寨的入口了。在我的右手边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那么在独家寨的4周都是悬崖峭壁。独家寨呢就被包裹在这4周的悬崖峭壁之中。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独家寨的入口处，这里是独家寨的必经之路，也是唯一的一条通道。已经可以看到独家寨的旗子了，这里的石梯修建的十分的险峻啊。那么现在就跟随我们的步伐一起去叩响独家寨的大门吧。有人吗？很遗憾，今天老人好像不在家，我们此行真是非常的遗憾。不过呢，也没关系，我之前来过这里一趟，我也可以给大家详细的大概讲一下独家寨里面的情况。独家寨呢，地理位置是十分独特的，它只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去，然后建造的这个位置呢，它的屋前有一大片老人家自己开垦的土地，然后在这片土地上面呢，他种植了很多的经济作物。他说他自己住在这片山林当中也十分的满足，完全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隐居的状态。不管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我还是挺羡慕老人的这种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包括他现在所处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多数城市里面经历了快节奏生活的人所向往的这种隐居的田园式的生活吧。这条陡峭的石梯全部都是老人自己他一块砖一块砖铺就而成的。目前独家寨只有一位老人住在这里，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做秦新平。以前呢，秦新平是和他的父母一起居住在这里，不过母亲早已去世，父亲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去跟城里的大儿子一起住。现在独家寨因此也只留下了秦新平一个人。秦新平为什么是一个人呢？难道他没有娶妻生子吗？不是的，在秦新平早些年的时候也讨过老婆，不过那个时候秦新平居住的独家寨呢遭遇了土匪，土匪呢将他们家洗劫一空。秦新平的妻子眼见家里揭不开锅，只能离开，因此现在只有秦新平一人居住在这里。那么秦新平的祖辈怎么会想到在这样险峻的环境当中组建一个房屋呢？其实秦新平家中以前是居住在镇上的，只不过一场大火毁掉了秦新平原来居住的房屋，当时的生产队的队长就找人帮忙在这处地方修建了一栋小木屋，因此秦新平和他的父母便搬到了这里来居住生活。一亩方田，几间草屋，堂前栽树，屋后栽花。原本荒凉的地方，在秦新平的努力下，成了世人所向往的世外桃源。在老人的眼中，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谈不上打扰，他们更像是远道而来的能够陪他疏解寂寞的朋友。老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我相信他在这里过得很愉快，也会欢迎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游客一起走进他世外桃源般的独家寨以及他丰富的内心世界。那你们是住这儿的啊？哎，我跟你望洋子。望洋子哦。哎。这边是没人住的哈。哎，你拖那个住了啊？我2个住。哦，你们不是这里的人。我的大弟的。第二了哦。你看找住吧。就在看哈儿。给全部都烂了的。哦，那一身没人的噻。没人。
现在可以看看有水没了这个地。不止水哦。要鱼叉这样可以。我始终没干过嘞。我发觉这儿是个风水好地嘞。啊，你觉得没啦？山顶的一个凹槽。它的坡就是全部都走。这个坡上去哈。这边有家房子烂球了，他自家房子还好点。哇，这房子也烂得不行了的了，住人都不担心了，好不好？双下整下担心哈。他这个房子两边都要分了，哪敢住啊？那还是住啊？我这要长期住在这边住啊！你看我给进来分，这个边边也是，这个意思，往后头有个大坟啊。老家才买的不是？这里总共有好多家人哇？总共有好多家人呢？这些人，这了，人不晓得，我见到他的是个平均的，但是他做的十几家。我以前我就是我也感觉咋都2岁整了。我看去了。咋子感觉咋子？这上面还住了10几家。今天本来说走这个山顶来找一找土地，这个上面整个村组都没有人住了，有10几户人。但是看这个样子，土地不多，只有几十亩、100亩地吧，10几户人全部搬走了。然后这些地呢是另外的地方的人来这里耕种的，地太少了。如果有个几百亩的话，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然这个整个地不多，这一个弯槽上去可能只有100亩地都不到吧。这位置应该出开都有有钱人啊。这个有钱人多得很了。跟我一起这个兄弟呢，他就是这个村的啊，这边是茅台镇的一个村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地理位置还是比较特殊的。这里有10多户人家呢，都已经早就全部搬下山了。这个土地呢是山下的另外一家人上来耕种的。镜头中咱们有看到这个田中间有一个水源，这个水源是永远都不会干的哈，据这个兄弟说。所以说这个山顶上确实蛮神奇的。然后这个下边就是茅台镇啊，所以这个地理位置是俯瞰茅台镇的。然后这个兄弟还说这里出了好些有钱人哈，大家研究一下这个地形，懂的朋友解说一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绥阳县的五峰岭啊，也就是之前跟大家拍摄的那个悬崖顶上一座房子，整个周围呢都是绝壁，非常震撼的那个地方哈。今天呢，我又路过这里，又上去看一下。然后现在好像是有广东来的一群朋友啊，他们已经上山去了，估计他们也是网上看到视频的，过来想上去探秘一下哈。我们呢现在就顺着这个小道呢，也跟着上山，大概要走半个多小时呢，才能走到那个悬崖顶房子的位置啊。那么路途上的风景呢，也非常漂亮哈，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沿着这样的石梯啊，慢慢往上爬呢，大概经过2个崖壁，就能到达那个五峰岭的峰顶，也就是建房子那个地方啊，非常的险峻，特别震撼啊。好热呀，朋友们，爬这个楼梯也挺累的，满头大汗，要爬半个多小时啊。
这个崖壁小道上这里还建有一道门，估计之前是锁着的，不让人过去的。这铁门。这里就到了这个桥的位置，大家看看，这个桥已经是腐朽不堪了。看一下，这个桥的对面呢，就是一栋独立的崖壁，这个下边有200米左右的这个峡谷裂缝，它是没有办法过去的，只能通过这个桥过去。我的猜测呢，这个桥呢，很有可能是在以前土匪盛行的时候修建的。为啥呢？我们贵州的山里面都要躲土匪，它可以把这个桥修建过去之后，土匪来了，那么当地的村民呢就可以跑到对面这个崖顶去。那土匪他是不敢过这个桥的，因为对面有准备很多的工具之类的。你过这个桥，他在桥中间就可以把你这个打下悬崖，是吧？所以土匪也是没有办法。那么大家肯定有疑问，那土匪可不可以把这个桥给它砍断呢？对吧？砍断了他们也过不来呀。其实这个就大家多虑了。因为村民既然想着到对面去躲土匪，那么他们的绳索各方面工具都是准备好的。那你把这个桥砍断，等你土匪走了之后呢，他们可以用那个绳索挂在那些大树木上，那么再下到这个崖底下。那现在这个桥呢，已经是非常危险了，没有人敢过去了哈。大家可以看到中间那儿还有一个矿泉水瓶，不知道是哪个人在这里来玩扔上去的啊。这个一点都不注意环境卫生的保护，是吧？好，我们现在呢继续往前走，到这个悬崖顶的房子那儿去啊。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崖底，上面有好些人在上边，我们上去啊。腿发抖吗？太恐怖了，我不敢下去了。我这上来后悔了。注意哦，这边上陡得很。我都发抖，我都不敢看。他们还在那里。你们胆子挺大的呀。还好还好。啊？这个吗？还好，小谷还挺好的。你们2个人一起来。嗨，你们不容易啊，从广东过来。对啊，我现在电脑取出来。手机可以手机的。可以啊。这里是什么海水多少钱一个还是好效果？大江的，多少钱一个？效果好不好？还可以。值多少钱的大江这个？这个便宜1-2千块钱。1-2千块钱。这个就买一个这个就好啊。这个拿着方便。我不会电脑，家里电脑都烂掉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崖壁顶这里啊，周边真的是非常的险哈，胆子小的真不敢上来。刚刚那2个美女，佩服她们，挺厉害的，竟然敢爬到这上面，胆子是真的大。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周围，看一下我们是从这个位置爬上来的，你能看一下我脚下这里，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距离，看看。那么下边都是崖壁，那这里可以绕过去，我给大家绕一圈，你们看一看啊，非常的险峻啊。看一下这个下边，是特别险峻。那我就围着这个房子转了一圈，给你们看一下下边哈。这是下边的村庄，看一下那个房子有多小。对面的环境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对面是原始森林啊，看看特别特别的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边有一些野羊上来，这个下边都是羊粪啊，太震撼了这个地方。大家好，这山下呀有一户人家住在这里，然后呢门前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水塘，我在这个上面看到的哈。它这里下面呢没有通公路，
我走下去看一下下面是搞啥的啊。这个路是挖的，这个毛路是挖下去的。车子其实也能开下去啊，比如说面包车啥的，越野车啥的能开下去。就住在这个下面啊，我估计有可能是养鱼的。哎，还不止一户啊，看这个样子是好几户呢。这个房子这么大，看这个路啊，好像是没多少人住在这里哦，都没看到有多少人走的这个痕迹。看一下这边这几户，这边这几户感觉真的像是没人哦。看看那个院坝那些都是草啊，感觉。我们下去看一下。天哪，我以为这个里只有一户呢，老半天这么多户。你看这里一家挨家的，好多户都在这里。看，这里有一户，下面有一户，我现在眼睛看到的都有4、5户了。这个是无人村庄啊，没有人住啊。这家人有可能会经常回来。哇，真的不错，这一家的位置真的不错，这个院坝也这么大。大家看，这里是一个无人组，然后这个从上面公路在这个上面哈，这里这个毛的这个路呢，已经通到他家这个门口了，车子是可以开下来的。稍微把路弄一下哈，有一些地方。然后这里好几户房子都是好的，你们看看那边房子都是好的，这里也是好的，这里也是好的，然后上面那个房子也是好的，他们全部就是翻新了这个上面的这个瓦。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个下面有一个养鱼的鱼池，应该是可以养鱼的哈，我下去看一下。看看这里有一个水塘，是吧？然后上面呢几户人家都是没有人的，都是没有人住的。应该只有这一户有可能会有人偶尔会回来，因为它下面那个土里面呢是总有一些东西的啊，估计是偶尔有人回来。然后上面几家人呢，我们目测看去是没有人住的，因为这个通到每家的这个路呢看不出这个走动的痕迹了，应该是好久没来住了。然后他们这个整个瓦呢，应该是今年进行翻新过的啊，可能大家现在条件都不错了哈，所以花了一些钱呢来把这个瓦进行了翻新。大家看一下他们这个整个位置啊，非常不错的。然后呢，这个呢正前方下去呢就是一个弯下去啊。主要这里大家还住在这里呢，还可以在这个水塘里面喂点鱼、钓鱼啥的，还蛮有乐趣的啊。这个整个组呢，我现在看了一下5、6户的这个木房子是好的，应该是没有人长期居住在这里。我今天下来是一个人都没有看到，只有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家呢，可能会有个人偶尔会回来一下，因为我看那个地里面有种1、2块地的这个菜哈。那么这里挖这个水塘呢，也应该是有他们村里谁想养鱼什么的，然后把这个弄好之后呢，也是半途而废，就没有搞了。这个里面应该是没有养鱼的。这个村主就非常不错，它不是那种特别陡的山哈，你整个看去还是比较平坦的，包括周边那些土地都是非常平坦的。而且这个公路呢就在上面垭口那里一点，走到他们住户这里呢，就是2分钟到3分钟的样子就走过来了。如果大家喜欢这里呢，大家把视频收藏一下，地址我跟大家说一下，遵义市播州区乐山镇新土村的灵湾组啊，大家记住。好了，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阿泰啊。
现在呢，我在遵义的云门屯景区，这儿是一个4A 景区啊，目前来说是免费的，然后就是坐船的话是船票啊，每个人是80块钱。这边应该说从网上看了一下，这边应该是还不错的哈。现在这个山里边是一个涨水的情况，河水都是泥巴水啊。我也是第一次来云门屯这边，从这儿往前走啊，估计这是有车可以坐的吗？我怎么不坐车？这个地方是两江交汇的地方，大家看看，左边这里是涨洪水了，是泥巴水，右边那儿呢是清澈的。这种景观也是难得一见啊。它这个中间不像是挖的路啊，感觉是天生的，看看。这儿有个大泥洞的牌子，也就是娃娃鱼哈。难道这里边这个洞里面有娃娃鱼吗？我们过去看看啊，应该是有娃娃鱼啊。这里有介绍的，叫声酷似婴儿，所以也称为娃娃鱼。看到娃娃鱼了吗？哦。咱不拿手电筒还看不到。这里也有一个，这里也有一个。都有，每一个池子都有一个娃娃鱼。这个就是娃娃鱼啊。其实我跟大家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玩意儿。但是是隔着玻璃的，看不太清楚。好多啊，每个坑都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个在动。再动一下，大哥，再动一下。马上就到地缝天眼，就这一条缝啊，大家看一看。哇，好凉爽啊！我们往里边走一走，看能走到哪儿去啊？其实，说实话，这里面还是蛮险峻的啊。这儿才是天眼，下边是地缝，这上边才是天眼。朋友们看看啊，这就是地缝天眼。那么从这个前边一直走了。就走过去了啊！这儿有一块许愿石，看得出来，这个好多情侣到这儿来许愿了哈。这个桥上拴那么多的绳子和锁。现在马上就坐船了，从这儿坐船往下游走，然后再去看那个天门洞。主要就是坐船去看天门洞啊，80块钱的门票。下来了，你这走鬼！当到实验。你们是两口子啊，不是的吧？是两口子啊，怪不得你们两个开玩笑。东西我不敢开，就看到怕是吧？有点太急了，我操！开这个船要考驾照嘛？要。有个人那个两把单子要嘛？哎，谁？你们开了好多年了呀？我开了18年了。18年了。我儿子90开的，慢慢学过，知道吧09年。因为我们的好你活的呀。好大小，
这里呢就是水上大天门，也是三江交汇的地方，就是这个湘江、梅江，然后乐安江三江交汇。如果说没有这道石门的话，那么这里的水就堵在这里了。所以说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到云门屯这边呢，主要也是要来看这个水上大天门。但是想要看水上大天门呢，就是必须要坐船过来的，因为目前来说这个也在修栈道嘛，但是呢栈道还没有修到啊，所以步行是进不来这里的。云门屯景区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贵州高原喀斯的地貌河谷啊，非常的漂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门洞下方这里还有悬棺啊，就是以前的人葬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它直接装在棺材里面，就放在了这个悬崖上面。那么为什么把棺材放在这个悬崖上面呢？肯定有一定的说法的哈，正好是在天门洞内葬悬棺，所以还真的是挺玄妙的啊。云门屯呢，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过来看一看，这边确实这个整个河谷的风光非常漂亮，那么也有这种几亿年才能成型的这种水上大天门，包括这个天眼地缝等等，都是一些地质奇观啊，非常的漂亮。不过呢，建议大家不要在涨水的季节来哈，就像现在我们的画面啊，就是全是浑泥洼水啊，所以看起来呢就要差一点。我们这一次坐船呢是坐了个来回，因为下游的公路有塌方，所以说呢不能坐车从山上绕回去，所以呢就做了一个来回。正好呢我们用无人机拍了一段这个跟随船只的视频。如果说是平时正常情况下的话，大家坐船是只能坐单程的，所以说大家在途中呢一定不要眨眼睛，记得欣赏美景，顺便拿着手机该拍的照就拍一下哈。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石阡的楼上古寨，这是一座建在有着500多年历史的传统古村落，也被称为周家寨。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角落包括路灯上呢都有偌大一个周字，是一座以周氏家族为主的血缘村落。整个村寨呢坐东北向西南，距离石阡县城15公里。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据周氏家谱记载，周氏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明朝进士周国造出任四川威远县，修建有江西会馆。家属呢居住在该县洛阳乡的大城坡，后来呢又移到西属潼关乐乙县天井坝。明朝弘治6年，也就是1494年，距今呢已经有500多年了。也就是现在楼上古寨的始祖周伯权呢避难贸易入黔，来到楼上古寨啊，发现这个地方前面有河流环抱，后有苍山点缀啊，非常的漂亮，就在这个地方呢定居了下来。楼上村整个村寨以北斗七星树为中心点，划分为4个不同的分区，东南方向为生产区，西南方向为居住区，西北方向为娱乐区，东北方向为墓葬区，功能分区非常明确，让人惊叹。现在呢我已经在楼上古寨的寨子里啊，走，带你们去逛一逛这个神秘的寨子。那个地方呢就是进寨子的大门，一进来之后呢，这里是一个广场，中间这个呢就是戏台，也就是说以前呀人都在这个2楼那儿唱戏，对吧？这个应该是清代的一个建筑。那么村民呢就站在下面观看啊，整个广场呢还是比较大的。这2棵树其实不简单的，它是一个树头上面呢分叉开来，这棵树呢叫做桂花树，但是他们这里呢把它称为姊妹树。为啥呢？
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啊，一边是开白花，一边是开黄花，还是比较神奇的啊。大家有机会到这儿来呢，正好遇到中秋节前后的话，可以见证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7星连珠的古枫树群，但是呢，现在这7棵树已经不全了。看看这里有一棵坏的，这棵是，这棵是，这棵是，那里那一棵也是。那么目前的话，这7棵树好像只有这2棵是活的，其他的全部都被这个仙鹤在上边筑巢。你看这边这个树上都有些巢，然后呢，就是拉这个粪便下来呢，就把这几棵树给弄死掉了。现在只有2棵活的，还是3棵活的。这个上面呢是紫铜宫，我们去看一看那棵千年紫薇树啊，非常罕见的。我要是不说的话，你们是不是以为这棵树很普通？其实它一点都不普通啊！这是一棵千年紫薇树，非常的漂亮，长1000年才长这么大。它的这个树的表皮啊，触摸去就感觉像我们的皮肤一样细嫩光滑，非常的舒服哈，摸起来。你看这写着千年紫薇树。很好玩的是，在开花时节啊，用手触摸整个树身呢，树叶会摇动不止啊，体验后会给你带来好运。我们摸一摸哈，现在在刮风呢，感受不到它这个树叶到底有没有抖动。如果说正好大家来这里遇到没有风的情况下，可以试一试啊。这个地方呢叫做四方碑，就是楼上古寨的墓葬区啊。前方这一座古墓呢，就是四世祖周国珍的坟墓，但它是一座假坟，真正的坟墓呢是在后面的这个岩穴之中，当地人称之为岩穴葬。这座古墓呢，以绝壁为天然的屏障，周围由参天大树覆盖，浑然一体，前方群山环绕，江水环抱啊！你们觉得这个地方如何？哇，在这个寨子的中间来看一看啊，这个古寨子非常漂亮啊，里面的建筑呢都是这种3合院、4合院的这种造型。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寨子山上的观景台，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古寨的北斗七星的布局。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三宝这里啊，它就是属于墓葬区，这个位置呢就属于娱乐区，这个位置呢就是生活区、住宅区啊。那么前方江边的这个土地这里呢就是生产区。你们注意看这个地形啊，它就像一个北斗七星的一个斗，看到吗？这个地方住宅区，这个地方生产区，前面那儿墓葬区，这个地方娱乐区，是不是像一个斗？而江边这里延伸过来呢，就是一个坝，对吧？就是北斗七星的一个造型。那通常我们很多人修建房子、修建住宅，是不是在江边？但是它这个地方呢，正好把江边的这一片地呢，作为这个生产用地，而靠山的这个位置呢，建的房子。所以说，你们觉得古人的这个智慧牛不牛？那么前方呢是群山环绕啊，江水环抱，整个寨子在建寨之初就有非常多的考究啊。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有500年历史的这个古屋啊，马山古屋。这个地方呢是龙门，上边呢写有千年古龙门的一个字样。大家注意看，这个龙门是呈8字形开的。那为何要呈8字形呢？主要当地人说有一个驱蛾辟邪的作用。还有啊，这个龙门它是不正对中堂的，是斜着开的，又有财不外露的一个意思啊。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几百年的马山古屋。那么这个建造风格呢，它是4合院型的这个马山古屋，两边呢都设置有厢房。那厢房呢，它有2楼啊，也可以住人啊，也可以放一些杂物。那么那边那个呢，好像是以前的猪圈吧，那个也是厢房。这种属于这种4合院又是3合头的这种建筑啊，因为它前方有龙门，所以呢也把它当成一个4合院。这一栋马山古屋呢，就是楼上古寨最古老的房子，也就是1世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第1栋建造的房子，至今呢已经是有400-500年的一个时间了。大家看这个房子的选的地点啊，也是非常的正，
因为它始终是这个地方第一栋开始建的房子嘛。你们看这个正中间对出去啊，前面是一边一座山，对吧？中间呢正好是一个垭口，那这栋房子的向山呢就是朝这个垭口向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龙门，对吧？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用马桑来建房子啊？因为马桑树呢，大家都知道长不高。你看这一栋房子呢，它明显呢比周围其他所有的房子都要矮。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用的这个材料啊是马桑树。马桑树呢一直以来呢都是长不高的啊，所以你看这栋房子呢，它建的也不高。马桑树能长到这么高的柱子呢，已经是很厉害了，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边上这个厢房啊，也有可能啊，就是以前的人啊，个头是不是都不是很高啊？所以说他建造房子呢，也建得比较矮一点，这个咱是无法去考证的。反正整个房子它跟现在的这个木房子的这个风格呢，应该是要矮1/3左右的这么一个高度。这个古房子呢，全部都是马桑木修建而成。当然，现在呢，因为被烧毁过，所以有一些呢是保存着，有一些呢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比如说这个板壁呢，可能是后来加装上去的。这个上边有写着啊，楼上村古建筑周正奇的老宅。周正奇呢，应该是他们这里的几世祖了哈，他并不是原始世祖。这一栋马桑屋够久远了吧？至今已经500多年了。楼上古寨建在500年来啊，没有出现过水灾，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大的火灾，这得益于人家的防水系统和防火系统。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巷道穿来穿去，那么它的两边，这个古巷道的两边呢，都有很深的这个沟，干嘛的呢？就是排水的。因为整个寨子呢，它是依山而建，所以说一旦在涨洪水的时候呢，这个排水系统呢尤为重要。你们可以看看每一个向山上走的这个巷道呢，两边都有这个排水系统，在这些地方呢有做一个交叉。那么这个房子的下方为什么都有这种石墙啊？你们可以看看两边都有这个石墙，它这个石墙的目的呢，有一个防盗的作用，当然也有防火的一个作用。老娘，这是哪去的？哎，真的嘞，真的的。在这儿耍。哎，我这样。你找哪？买菜种。哦，买菜种。好，那你去买吧，我再看哈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巷道的两边啊，它都先修有一段这个石墙，它的目的呢有防盗的作用，更重要的呢是防火。也就是其中假如说某一栋房子有着火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很快通过石墙能够攀爬上去。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哈，这里建了一个石墙之后，他脚往这个墙上一踩，立马呢就可以到房顶。到了房顶之后呢，把上面的这个瓦呀，这个木料一掀开呢，那么我们的这个火光呢，它就可以什么直接穿出去，就避免了大面积的这种火灾的情况。这个天福井的这个泉水呢，也是比较神奇哈。现在大家看啊，已经天干了2-3个月了，这个依然有这么大一股水。但是在涨洪水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比这股水大一点，大不了多少，它也不会水昏，所以说挺神奇的哈，这个泉水。楼上古寨呀，把这个山水人文地理运用到淋漓尽致，包括对村寨的这个防水防火防盗系统的建造呢，也是堪称一绝，真的是很多值得现代人的学习哈。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
现在呢，我在仁怀市长冈镇的八木村，然后我在这个山上看到这里有一户木房子是没有人居住的，我下去给你们看一下哈。这个地方整个环境非常非常的不错，它这个地方呢，公路是通到这个位置的，然后呢，这边只有3、4户人家哈。然后呢，这里它有一个毛的公路呢，从这个地方是有挖下去的，但是看这个模样呢，走的人并不多啊。因为毕竟就上面几户人家的话，可能也只有老年人在家吧。这边也有一个小的毛公路上去，上面还有几户人家啊。然后这个地势非常的平坦，然后这一户呢是没有人居住的啊，我们从上面就看得出来。这个地方呢还搞有一个水池，这边种有些菜，不知道是上面哪家人种的啊。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地方的整个地理环境啊，非常的不错，海拔呢在900多米啊。那么正好在这个湾谷里边，如果说在夏天的话，这个风也是非常通畅的，会很舒服。这里有个大水池，不知道是干啥的。然后门口这里有一棵银杏树哈，都是正在落叶了。我给你们看看这个房子非常的特别，为什么特别呢？就比如说我们农村这边的房子呢，大概都是3间嘛，然后中间这一间是，就比如说中间这一间是中堂，但是它这个房子呢是双中堂的，有没有注意看到？这个是中堂吧，就是堂屋吧，那边那个也是中堂，那么也就是它这个是3间这个房子夹着2间的堂屋，这种房子的造型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房子的话，应该已经是好几年没有住人了。这个整个院坝呢是这个情况的啊，都是很多藤长出来了。很多人想要的竹林是吧？这个边上正好有一片竹林，还有就是整个门前呢是一大湾的土地啊，但是这个土地是不是他家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啊。整个环境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特别的清静。这个地方你听到的都是鸟叫声啊，任何汽车的轰鸣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我们看看门前一棵银杏树啊，黄黄的叶子洒落下来，看着真的是别样的美。这个地方真的非常不错啊，朋友们。哇，这个环境我都特别喜欢。这是一座长5间的特别木房，它是双堂屋的。我在农村跑这么久，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双堂屋的木房子啊，造型非常的别致，非常漂亮啊。整个周边的环境也特别的好，大家有的竹林，它这个房子整个一圈都是竹林，面前呢就是空旷的一片土地，而且都有耕种啊，估计是别家的。有朋友喜欢这样的房子吗？特别幽静的一个地方，我现在都只听到这个周围的鸟叫，任何声音都没有，特别漂亮。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贵阳西丰县的玄天洞，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山顶。在抗日战争时期呢，玄天洞是西丰县集中营监狱之一，我们的爱国将军杨虎城和他的家眷呢被秘密囚禁在玄天洞中8年的时间与世隔绝。那洞里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也是第一次来，现在带大家上去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整个海拔呢相对是比较高的，那这个玄天洞的洞口呢就在上边这个位置啊。我们现在呢是把车停在了边上，然后要通过这个
步梯呢走上去啊，我估计也得爬个20分钟左右。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指示牌啊，跟着这个指示牌上去就可以了。小哥，你是来自哪里啊？遵义。你是开车还是徒步过来的？车停在下边的。然后感觉怎么样？累啊，这么高的楼梯。总的这里只有570多步，其实不多的，但是今天这个体力确实不行啊。主要今天感冒的比较厉害，然后走路上来这个全身一点劲都没有，鼻涕也流。其实还挺难受的，不过我们已经快到洞口了。来看一看，这个位置就是洞口，马上就到了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方有多险峻，上面是这么高的悬崖，这个地方就是洞口。其实为什么叫玄天洞啊？因为它是在悬崖中间的一个超级大的洞口啊。这么大的一个洞口，我没有想到这个洞口里面竟然建了这么多的建筑啊！一个指示牌：玄天洞杨虎城将军囚禁的旧址啊。这个是洞门口的这棵古树，这棵古树都有500多年。那么大家看看这一栋房子，在这个整个洞口的左侧，这儿呢就是杨虎城将军囚禁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杨虎城将军居住的这个房间。这个整个洞口呢，就像张开的一个大嘴巴一样啊。洞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些古建筑，那么这边两边呢就是当时负责看管杨虎城将军的一些宪兵和队员。那么这边这一个房子呢，就是杨虎城将军他们一家住的地方。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西江的千湖苗寨，现在带大家进去看一看啊。现在是不要钱的哟。从这个地方进去坐摆渡车吧。我已经从这个检票进站口进来了，他进来之后在下面坐摆渡车，现在呢是不要钱的，只要20块钱的这个车费啊，门票是全免的。这么多人在这等车，都是去苗寨的，排队坐车。我估计国庆节这个人是不得了的多。坐这个大巴车，还有没有座位啊？站一下。
从上面坐摆渡车下来就是几分钟就到了，很快的。然后这一段呢要走路下去。那就要到那了，对吧？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啊，其实现场看去还是挺震撼的。说实话啊，虽然说现在是免费的吧，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大家还是在疫情结束之后过来看比较好啊。为什么呢？虽然收门票啊，但是你能看到苗族姑娘的这个舞蹈啊，每天是2次啊，所以呢，你们自己斟酌啊。现在过来呢是免费的，但是看不到舞蹈。那么等疫情结束呢，肯定就可以能看舞蹈，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门票是收费的啊，大家自己权衡啊。那么目前我们到这个迎客松的位置还有2公里左右。那么很多人呢就只知道导航到这个云顶村，却找不到去看迎客松的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全程录下啊，给大家来看一看。这里就是云顶村的牌子，看一下。那么到了这里之后呢，我们继续穿过云顶村庄。这个村庄还不小啊，在这个山顶上。这里呢就是云顶苗寨，少数民族啊，然后他们的那个，今天这里干嘛这么多人？他们应该经常会举行那种斗牛比赛啊，就是在刚才我们过来的那片空旷的地上。导航云顶村呢，到这里就到达了。那么咱们得过了之后得继续往前开啊。这边好像是在搞开发啊，开到这里。到这个前面来之后呢，继续从这里过去。今天这里在干嘛呀？这么多人在这里，怎么这么多人在这里啊？这是有什么事情吗？然后从这里就走左侧的这个毛公路了。这个地方就走左侧的毛公路，知道吧？但是这个路特别的难走。
这边应该是一个大厂房，还是说大厂矿？那么走这个，因为这个烂路是导航不了的喽，所以你们就看我视频里边的那个线路就对了。你看，走到这里之后，这个边上左边它是有一个围墙的。那今天这个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啊，有可能要走一段路，因为前面那个地方就非常的难。下去之后好多的那个炮弹坑，我有可能就把车停在前面这里了，然后步行过去，因为也走不了多远。就是这个下方这里有好多的炮弹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搞一下。就是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待会儿能不能上得来，应该问题不大吧？走吧，看着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烂。不过也没多大关系，因为我是带着也就是这个地方，恐怕等一下上来的时候真的挺困难的呀。马上就到了啊，马上就到了。嗡嗡嗡的，就是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平台，基本上就到了迎客松的位置。我可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现在我的车子是停在这个拐角的地方，有没有感觉我在云端？来，给你们看一下哈，这个迎客松的位置就在对面身上，从我这里直线过去的距离大概是1.5公里啊，1.5公里。那么我们眼睛的话是看不到那个迎客松的，如果你有望远镜，又或者说你用无人机飞过去呢，是可以拍到的。但是大家只是想到这里来参观一下那棵树呢，恐怕就要让大家失望了。这就是我们贵州版的绝壁迎客松啊，屹立在这悬崖峭壁之上，它的树干啊非常的粗壮。我们目测看去啊，这棵树最少有几百年的这个树龄，看它的枝繁叶茂啊，树冠气势磅礴，矗立在这悬崖之巅，非常的震撼。在这一片山野之间啊，这棵大树唯我独尊，散发出它独有的光芒。当我们看到它光鲜亮丽的外表啊，殊不知这棵大树曾经经历若干年的风雨，狂风巨浪的摧残。看到树干上这些干裂的枝丫呀，却像是一道道的徽章，彰显出这棵巨树的不朽与坚强。来到它的面前，俯瞰着这棵巨大的树木，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恩赐，让人顿时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妙中，令人无法忘怀。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之上，竟然绝世屹立着这么一棵松树，太震撼。有朋友开玩笑说，这棵迎客松啊是生错了地方。如果说它能够生长在我们容易看到它的地方，或许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上一期视频中，我到了贵州思秉县的天坑村，在村中我遇到了一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家庭，就是周阿姨家。起初我并不打算发布这一期视频，虽然是随机遇到的情况，但还是担心有人会说这种视频是利用他人不幸的遭遇在网上博取流量和同情，内心特别的纠结要不要发，但又觉得周阿姨家的情况确实特殊，需要社会的关注和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老实说，我个人能力有限，但我有责任和义务向朋友们传达我见到的真实情况。也许集思广益，可以为他们家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周阿姨家的情况是这样的，上期视频我来到天坑村，来到周阿姨家，了解到她原本是重庆朝天门附近的人，近年来都没有回去过。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去看上一期视频。在与周阿姨交谈过程中才得知，她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回过重庆，是因为一直在家中照顾已经瘫痪在床21年的儿子。21年，当我听到这个数字，内心是很复杂的。周阿姨的儿子19岁去外地打工，颈椎被重伤导致瘫痪，也就是头部以下全身完全没有知觉，一切的生活起居都需要阿姨照顾。21年了，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也许只有伟大的母爱才能如此的坚持吧。当我看到阿姨儿子倒躺在床上，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非常好，头脑清晰，表达流畅，只是人不能动而已。虽然已瘫痪21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对未来、对人生是充满希望的。这都得益于周阿姨21年来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我也和他做了一些交流，得知当时受伤是因为重物压到颈椎，导致3、4、5节颈椎断裂，颈椎上的主神经也几乎全部断开。或许当时的医疗技术实在没有办法修复，最终导致瘫痪。我问他后来是否有再去医院检查过，都没有去过。阿姨曾经去医院咨询，但得到的回复是需要本人到医院才能诊断。2个老人哪有那能力把他背出大山去检查呢？也是有心无力。而且21年来，老人一直在家里务农，照顾儿子，没有时间外出赚钱，当然也就没有钱去医院看了。我又问他这种情况有没有好起来的先例，他说后来山区开通网络后，他也自己在网上查询，但没有见到过有治愈的先例。唯一的方法就是物理疗法，或许会有奇迹，不过需要购买昂贵的支架，且每天要有人辅助行走，还需要场地，但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父母已70来岁，哪里还扶得动他呢？到此为止呢，我没有再继续的聊下去，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聊什么，看不得人间疾苦，但又无能为力。我相信大家应该明白我当时的心情，不管是跟周阿姨还是她儿子交流，我都不知道该安慰还是该鼓励。我只知道在他们的心中始终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内心是阳光的。一位伟大的母亲，一个乐观向上的儿子，21年如一日，能让儿子有这么好的状态和健康的心情，母爱真的是太伟大了。我衷心的希望天也有情，希望奇迹能发生在他们身上。我发这个视频不想做过多煽情的解释，只是希望社会上与他这种情况相关的一些机构或个人能给到一些专业的解答或帮助，看看是否还有希望。另外，因为长期瘫痪在床，他的胸部和背部长有一种疮，又痛又痒，非常难受。我一开始以为是褥疮，但他说不是，具体的症状我也不太清楚，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在网上查询过，
动不动就上万的费用，他们是无法负担的。目前周阿姨家的情况，有2个儿子，另一个儿子好像是在外面当上门女婿，有自己的家庭，他也没有办法帮助家里。目前就是他们2位老人在家务农和照顾儿子，确实是前路渺茫，需要社会的指引和关注。特别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个人不会进行任何相关的爱心转达和传递，希望大家能理解。如果你真的有心，还得自己去到实地。具体地址是贵州省思宾县白朵乡山洞村，直接导航山洞村就能到达这里，然后步行1小时左右到周阿姨家。航拍画面中的这一家人呢，就是周阿姨的家了。本期视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疑问，评论区为大家解答，谢谢。大家好，现在我在沿河县啊。昨天晚上呢，我们就是住宿在沿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乘坐这个船呢，然后经过乌江三峡，去到我那几户人家的山脚下，然后步行呢，才能到他们那里去探访。看一下咱们的大美沿河哈，真的是非常漂亮，云雾缭绕，对不对？青山绿水，这个峡谷之内一路风光无限好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下船，这个船呢继续往下游走。这个地方风光无限哈，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就要沿着这个崖壁爬上去到那几户人家的位置。这边以前还修有一个亭子。哇，现在咱们要从这里攀爬悬崖峭壁，怎么感觉已经没有人居住了？这个上面，这个楼梯都是杂草丛生啊！我天哪，怎么像走无人村一样的感觉？我们本来是去探访悬崖上那几户还有人居住的人家，结果我们坐船来的时候地方给下错了，妈呀，走到这个大森林里边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今天绝对是走错了，还得在这边耽误1天，然后明天再来一遍。这个地方环境好好啊，对面就是悬崖峭壁，咱们现在走的地方也算是有点带这个悬崖峭壁的。我就佩服这里面居住的人啊，他们的祖辈祖先，他为什么会想到在这种峡谷里面来居住呢？走哪里都走不出去。他这个地方的话，随便走哪里的话都是很难走出去的呀。哎呀，到这个峡谷底部了，这里的环境好好啊，朋友们看看，上面都是高山、崖壁，那种石头山，很漂亮，云雾缭绕的。咦，这个地方不是有个房子吗？这里，过去看一下。这个河谷这么深，竟然现在没有水，可见这个去年的这个天干到什么程度啊？你看，像这种地方，如果说涨洪水的话，它两边的水会有老高了。但你看现在竟然是干的，哇！这个地方环境才是幽静啊！我的天哪，后山全部是崖壁，一个很深的峡谷进去，这里面，好像是还有好多房子，但是已经是这个无人村了。这个房子修的位置，大家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很漂亮？环境特别好。然后它这个房子的后面全是很高的这个悬崖峭壁啊。这一栋房子它正好就是修建在这个崖壁的底端。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的环境啊，这里面是很深的一道峡谷，然后这边也是高山，它的这个对面也是高山，看到没有？这里有一座石山，然后这里就是像开的一个天门一样，很美啊。这里一座山，这个下边呢是乌江啊。从乌江走进来，我们刚刚大概是走了，到现在为止大概是走了40多分钟，然后就走进来看到这个悬崖下边这一栋房子。我们走下面去稍微的看一下哈，这地方太漂亮了，感觉这一户人家都是大户人家呀。
它还做了这个吊脚楼厢房，然后下面的话有这么高的这个石柱给它撑起来的。这个下方的话，可能是以前养一点牛啊什么的，养牛的这种。这个石坎呢，砌了这么高，我感觉以前的人真是有闲工夫吧。它这边这几间的话，它是养猪养牛的，好像有4、5间的这个猪牛圈。然后人呢，他是住在这里的。他这个房子建的非常的奇特啊，它是横着建的，它不是靠山而建，它是这样竖过来建的。那么人是住在这边这个房子里面，它这里有一个吊脚楼啊。如果说咱们空余时间，可能就在这个吊脚楼这里搭一个台子，然后在这里品茶，是不是特别享受的一种生活？看到这个山峦叠翠啊，云雾缭绕的这种如人间仙境一般的这种环境，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来这个亲近一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房屋这里啊，还有放鞭炮的这个痕迹啊，这个鞭炮感觉可能就是最近1年还是说今年放的，或许是主人回来在这个地方热闹一下啊。然后这是正山间的一个房子，但是它这个房子修建呢，它不是这样顺山建的，而是这样侧着建的。这边是大门，对吧？3间房建在这里，然后外面呢还有一个吊脚楼。下边可能我猜测以前可能是喂牛的，然后这个上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茶亭，对不对？闲暇之余在这个地方啊，可以泡点茶，是不是特别幽静？主要是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真的是特别适合清秀的好地方。我们这个房屋的后山都是连绵不绝的这种高山，还有崖壁，对吧？然后前方呢是一个大峡谷啊，从这里一直走出去。就是刚才我们来的地方，大概是走40分钟左右就到这里，那么就可以到乌江，然后就可以坐船到别的地方去。然后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侧面，这边像开的一道山门一样，是不是非常漂亮？上面像一个石头人，很美。然后它的房子的正前方呢，这里有一大片的平地，再进去呢就是很深的一个峡谷，里面也是没有人居住的，相当于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无人村，基本上是没有人踏足。因为你步行都来不了这个地方啊，你必须是通过这个乌江坐船，对吧？到我们坐船坐到我们下船的那个地方呢，才能走路上来。就是通过别的地方，任何地方你都来不了这里，因为左边、右边都是高高的这个崖壁，包括这个峡谷底端的那边呢也是高山这个崖壁，所以说它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地方来，只有通过江边坐船才能到这里。所以大家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像一个世外桃源？这个主人家就不应该走啊，就应该在这里清修，对吧？而且交通，说到交通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走个40分钟就可以坐船的话，我觉得还行。走到这里你都不想离开，特别是喜欢清静的人，这个地方太漂亮了，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啊，建房子的这个一圈啊，全部是这个高的石坎。那为什么要做这个石坎呢？因为他独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大山里呢，有很多的这个野兽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可能会来骚扰，所以呢他建一个坎呢就会更加安全一点。他的房子后方是悬崖峭壁，房子的前面的这个半包围呢又是很高的这个石坎，所以说一般的这种动物呢它就上不去，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你看为什么他不把房子建在这个平缓的地方，而是在这个地方筑了石坎，然后再把房子建在上面，它就是这个道理哈。为了防止山里面的一些野兽啊啥的。今天呢，本来是要探访另外几户人家的，结果咱们坐船坐超过了，所以来到了这个峡谷。那么在这个峡谷呢，也有意外收获啊，发现了这么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而且那个房子呢，我看着还行，真的这个地方我是特别喜欢的。咱们要到这里来呢，必须是通过江上坐船才能到这里。那所以说它就是一个特别清静幽静的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扰你，那坐船的人他也不可能到里面来找你。从这个咱们下船的地方来到这个房子的位置，大概就是走40分钟。我跟你们说句内心话哈，如果说等我老了，我真的是希望我有这么一片地方，在这里悠闲的去回顾自己的人生，对不对？然后呢每天在这里在这个吊脚楼上喝喝茶，
观观景。假如说我们要出去呢，就步行下去，坐船呢也是能够到县城。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马上要赶到江边去，因为呢要等下一班船过来。如果说我们错过了12点多的那班船，我们就要露宿荒野了，所以不能错过那个时间。咱们这个下期再见吧。明天呢，我们继续坐这个船过来，去探访那几幅我们想去探访的人家。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个关注。这里是贵州毕节大方县的清虚洞，这个地方呢离大方县城仅仅10公里，来这里还是非常方便的。你不要小看这个洞穴哈，它是集天生桥、天坑、溶洞组成的喀式的地貌奇观，它是一个组合体啊。这个天生桥的桥高呢是178米，它的跨高是108米，它的横向最大宽度是127米。目前在这种溶洞型天生桥里面是排名世界第1的。洞内的面积呢有5000平方米，什么概念呢？可以停下600辆小汽车。你们可能觉得它就是一个喀斯特地貌奇观，对吧？实际上呢，洞里面也有很多的小故事。走，带你们去看一看。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洞口啊，这个远远望去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窗展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刚走到洞口呢，已经是凉风绕绕啊，这个夏季避暑啊，这里真的是一个好地方。这边呢有挺多的当地的村民在这儿摆些小摊儿啊，你要是肚子饿了呢，也可以在这个边上搞一点吃的。越往这个洞口走呢，越凉快啊。车呢是可以直接开到这个天生桥的下面的，非常的凉快啊。你在外面不觉得，但是当你到这个洞口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洞真的很高很高。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内洞的洞口，大家看这个洞下面呢，好像有一座小山一样的。实际上这些土石呢，不是原来就在这里啊，在这个清朝道光年间啊，大概是1826年，那个时候呢，就是土匪非常之猖獗，那么地方的百姓呢，就筹资在这个地方呢建了一个围墙。也就是为了抵挡这个土匪的骚扰和抢劫啊。那么久而久之呢，距离现在已经200年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慢慢的垮塌下来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一座小山堡。大家是不是看到天生桥的桥下面那个地方呢有非常多的废木料啊？实际上是民国3年，也就是1915年，有一位住持名叫思考，带着10多位这个僧人呢，来到了清虚洞的洞里面啊，修建了这个木质结构的这个寺庙，那么又因供奉观世音菩萨，选用了这个清虚道德真君的名号，取名为清虚洞，这也就是清虚洞名字的由来。1932年呢，住持又带着这个僧尼等4方去化缘，当地的民众啊，有的捐钱，有的捐粮，对吧？又在洞中呢盖起了2座道庙。拥有僧尼呢有数十人，庙内呢供奉有这个骑狮子的菩萨、骑牛的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以及18罗汉等等。那么来这里进香的善男信女呢络绎不绝，每天呢至少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呢在这里敲木鱼诵经，香火不断。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啊？1932年才加建的庙宇，为何现在成为一片废墟了呢？这还得从1940年说起啊。1940年，中国航空第1发动机制造厂啊选址羊肠坝，距离这个地方呢仅仅2公里，所以这里呢就被征用来作为这个火电厂和螺旋桨的生产基地。那么这里面的佛庙以及观音像呢，就全部
移到外面的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啊，现在的清虚洞内啊，只能见到观音摩崖石刻以及天窗洞下面的石菩萨。大家是不是更好奇了？明明是要建设工厂嘛，这里面怎么看不到任何的痕迹呢？实际上啊，跟这个洞顶巨大的天窗有很大的关系。当时这个所有的建厂材料呢，都已经拉到了洞外了。专家来一看呢，这里开了一个这么大的天窗，有可能呢会被敌人的这个飞机发现。而我们清虚洞的这个天生桥洞顶呢又比较薄，所以呢是经不住敌机轰炸的。这也就是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这里面并没有建工厂的一个原因啊。这个天窗的下面呢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溶洞，一直延伸下去，下方呢是有一条小水流一直流进去，所以这个洞呢是通向外面的。站在这里呢，有非常巨大的风从这个洞口吹出来，很凉爽哈。我呢今天就不进去了。如果说朋友们有机会到这里来玩呢，一定要到这个洞里面去看一看哈，有暗河，有非常多的一些奇异景观。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刚刚看到的这个漂亮的瀑布呢，就叫羊皮洞。它在这个贵阳清镇市暗流乡的羊皮洞啊。导航到羊皮洞呢，它只能走到这个位置啊。像这一家人这里停了很多车，就是来羊皮洞的。他们是收15块钱的停车费。其实这个公路边上也可以停，但是呢不安全啊，所以呢还是要停到这一家人这里，或者这下面这家都可以。然后再从这里呢步行到羊皮洞去啊，大概可能是要20来分钟，半个小时才能走到羊皮洞。你们都是去羊皮洞来吗？对呀。哎呦我天喏，是不是很难走？哎呦难走。你们是外地的？我们北京的。北京的，哎呀，北京的跑这儿看羊皮洞呢，哪看到羊皮洞的？网上看到的是不？对面就是崖壁啊。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往羊皮洞走了，步行了。扛这么大一根自拍杆，啊，累着了是不是？这2天来羊皮洞来玩耍的人特别多啊，一波接着一波的，上面的那个停车场的车都是停满的，我看到有10几辆车。这个地方呢，它不光是羊皮洞好看啊，还有一条河流，河的两岸呢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而且我们步行下去到羊皮洞的整条路上呢，也都是比较险峻，值得参观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下面是一个大峡谷，看到没有？非常的漂亮。那我们去的话，就是要顺着这边下去，然后呢，这里也是很高的崖壁，在崖壁角这样走过去啊。等一下，路上你们就看得到。哎呦，我靠，差点把我摔了。就走这样的羊肠小道啊。你们没来过啊？你们是哪点的嘛？哦，学生哈。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就是走这样的路。羊皮洞这里玩呢，首先你穿的这个衣服要袖子全部盖完，还有裤子也不要穿短裤啊，也要长裤子，不然的话，这么多的这个草啊，在你身上刮来刮去，很多人可能会过敏啊，所以到这儿来玩一定要穿长裤子，穿长袖的衣服啊，哪怕是夏天你也要穿长袖的，不然你回去很有可能全身都长疙瘩啊，特别是易过敏的一些皮肤啊。看看
来来去去的人挺多的，这个路走的特别顺滑哈。现在看看这里啊，现在我们走到了崖壁的底部，给你们看一下上面啊，很大的一个悬崖，包括对面呢也是这种很大的悬崖，山洞特别多，对面那个崖壁上，这一片崖壁估计有4、5个山洞，我看里面好像以前都有居住过人啊，估计是躲土匪的时候居住的。那现在我们就是要顺着这个崖壁下去，还要走大概20、30分钟才能到达这个羊皮洞瀑布的位置啊，所以这个路还是比较艰难的。如果没有步行过这样的路呢，特别累啊，特别累。像我这种习惯了的倒没有什么问题。像这样的路的话，下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上来其实比较容易的，因为往下走的话，它很容易就是滑倒啊，尤其下雨天。今天这个天气还非常不错啊，如果下雨天的话，这个路就非常的危险了，因为这下面是很深的一个峡谷，那你走这里走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小心啊。哎呦，这里又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崖壁。哼，耶，那么多人，你们已经看完了转喽？啊，耶，厉害的熊。啊？我们就要专门下去，不下，你们都去了，你喊我们不去？哦，我们走得去没事的。你发给咱，你看上头都下来2、3天，你喊这喊天。这喊老天哈，没得事。你这是从那山上来的喊管。下河的人都吼得凶得很哈。上了你才晓得个锅儿是铁道的。哇，这个地方真的超漂亮的，看一看，对面都是悬崖，这里是很深的一个峡谷。那我们呢，就是要走这个小道，慢慢的走过去哦。这个位置很险的，你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它就是在崖壁底有一条这个小小的路啊。然后看一下这边，就是深不见底的一个大峡谷，所以走这里过就是要特别小心翼翼的哈。天气好的时候是无所谓。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就特别湿滑，就要小心一点啊。已经快到羊皮洞瀑布的位置了，你们看一下这个整个周围的一个环境啊，真的是神仙地方，超级漂亮的一个地方啊。看看，羊皮洞就在这个洞里边，天哪，太漂亮了，朋友们，看一下，好多人站在那里，就是从这个洞里面流出来的，超级漂亮。